他只是开玩笑，为什么我爆炸了？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气氛很轻松，对方说话也在笑，身边的人也笑得很开心，但你却突然像被雷打到。他说：你啊，就是太敏感了。你脑袋嗡的一声，笑不出来了。他又补上一句：开玩笑的啦，你干嘛这么认真？你表面无语，内心却早已开战。什么叫玩笑？你根本就是在贬低我，嘲笑我，在践踏我。更诡异的是，有时候这种话你听过好几次，过去都只是苦笑带过，这次却突然大爆炸。你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在意，甚至回家后还在气，是情绪太多，还是他真的踩到地雷？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种开玩笑引爆情绪的真相。生活实例一，笑话下面是刀子。场景一，聚餐中，同事假笑着说：你的 PPT 又用粉红色哦，你是不是幼稚园老师转行的啊？大家笑成一团，你也跟着笑，但心里其实凉了半截。你想了2天才选那配色，被一笑带过后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搞砸了简报。场景2，家庭聚会，亲戚开玩笑说：你还单身啊？是不是太挑了？还是你眼光太高了啊？你尴尬一笑，还好啦，缘分未到嘛。但整晚都觉得胃在打结。这些话表面是轻松话题，背后却像暗器，没流血却很痛。为什么玩笑会伤人？因为它伪装成幽默，实则刺痛情绪。所谓的我只是开玩笑，常有以下几种心理套路：一、批评包装成幽默，明明是对你做事方式的不满，却说成开个玩笑，例如你是不是从来没准时过啊？哈哈哈，你应该拿迟到金牌。二、嘲讽假装关心，你这样穿真的很有特色耶，没人敢像你这么勇敢。听起来像称赞，实则暗酸。三、操控情绪的逃避方式，开完玩笑后，一旦对方反应强烈，就立刻说：你不要这么认真啦，把责任全推给你太敏感。这些玩笑不是纯粹幽默，而是情绪地雷的伪装外衣。那一刻我爆炸了，是因为玩笑碰到了旧伤。让我们看看爆炸发生的几个可能心理背景。一、这不是第一次了的累积效应，每次都说你迟到、单身、胖了、没眼光、太敏感，1-2次你忍，100次之后终于情绪突破临界点。这就像是滴水穿石，最后一滴刚好砸中你的底线。二、你碰到了我在意的东西，有些玩笑刚好戳到了你正在努力的事情，例如减肥、求职、家庭矛盾、情感创伤。你努力藏好，别人却当笑话说出来，你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却像被撕开防线。三、你说出我对自己的批评。最可怕的玩笑是说中了你自己也不想面对的地方。当他说你就是没自信嘛，你之所以愤怒，是因为你怕他说对了，所以你不是对那句话爆炸，而是对那句话背后的真相恐惧。生活实例2，那个不算大的玩笑，其实压垮了最后一根稻草。Amy 是个业务助理，工作认真，老板总说她表现稳定。但有一天，同事在茶水间说：你就是运气好啦，那么多大案子都分给你。她笑笑，没有啦。当晚她回家痛哭，不是因为那个玩笑真的多严重，而
而是那句话否定了他过去1年加班到凌晨，努力不被看见的心血。他不是情绪太多，是情绪早就在心里堆满了，刚好那句话踢倒了整座墙。不是你太玻璃心，是他没看见你有多努力筑墙。人不是不能开玩笑，但玩笑不应该建立在踩人伤口上。而情绪不是太脆弱，而是太久没被理解。那种一瞬间被引爆的情绪，其实在心里累积已久，只是你太习惯笑着忍，笑着装没事，笑着吞下去。所以你不是不能承受一句话，而是再也不想装作承受得住。我们该怎么看懂这种爆炸？一、分辨玩笑与攻击的界限。真正的幽默让人放松，伤人的话让人收缩。如果你听完笑不出来，那不是你太敏感，是对方越界。二、观察身体反应的真相。当你听见一句话，突然感到喉咙紧，呼吸不顺，脑袋一片空白，这些都是身体在告诉你我不舒服。三、情绪不是不合理，而是没被听见。不要急着责怪自己情绪大，请问问自己，这句话让我想到什么？碰到了哪段回忆？引起了哪种恐惧？结语：有些玩笑是我们情绪的照妖镜，一个开玩笑啦的轻描淡写，有时会把我们多年来未被处理的情绪全挖出来。但这不是坏事，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，看见那些过往伤口还在痛，那些批评成了我们内心的阴影，那些关系一直在默默耗损自己。被玩笑刺痛的你，并不是太脆弱，你只是开始不想再当情绪的哑巴。从现在起，别再对自己的反应说我是不是太敏感，请说原来我一直这么在意，那我是不是该好好看看自己了？